大家好，一部电视连续剧让韩国人上头，让南亚人惊呼，让中国人骄傲。没有宏大的背景板，没有精致的服化道，一切的硬核都是烧脑，所有的精彩都是闪回。而剧中的男女主们只需要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在熟悉的2.1线当中重复和穿梭，就能够成功的制造出各种的好奇和惊喜出来。2022年，这样一部叫好叫座、刷新纪录的电视连续剧，居然无需整治焦点、兜售卖点、卡点宣传、购买热搜、导流热度。2022年这么一个格外喜人、利益大好的电视剧市场的红火开端，为什么刚好加在了雷声很大的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片子中间呢？答案是，这部成功拉开2022年洗牌大幕的大热片子，名字很怪，就叫《开端》。任谁都想不到的是，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顶流的坐镇，1月11号，这部时间循环的短剧横空而出之后，就异常轻松地占据了热剧的榜首。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们都一口气中追完了8集，成为了它的自来水，也就是天然无杂质的天然流量。这部开端刚开始出预告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吸引眼球了。不少人对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期待，说白了就是问号大树之下散落的无数的问号了。结果呢，该剧也是不负众望，一经播出之后就迅速的大火了。而且更加夸张的是，影评平台上8分的高分一直都没有下过火线。说到这儿，是不是您的问号也开始重生了出来呢？那就对了，这部剧让人难免想到了流量之王赵丽颖和王一博了。因为这部剧所涉及的太多的关键字，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您，都能够在新闻我过往的视频当中轻易的找到。例如正午阳光这4个关键字，您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让人深思的10大差距之一了，也就是正午剧的落差。开端这部电视连续剧在2022年一开端就成为了正午阳光出品、傲娇非凡的高分的作品了。可以说，这么一部在国外屡见不鲜的无限流式的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属于首次的试验。而试验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简直就是逆天的不错。这场景带有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的宏大的画面感出来了。大家都说正午出品必属精品，此话不假。开端一上来就是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剧烈的爆炸，以及来不及回味的短路和烧脑。这种无尿点的开局其实跟赵丽颖的谁是凶手一模一样，拉足了全部的悬疑感，也为观众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上的体验。加上车轮不止的反复的爆炸，把观众们从正常的因果思路又反复拉回到了案发的地点当中。这就是奇特烧脑的反套路内核了。整条的故事线简单却又不简单，从一开始公交车与油罐车的相撞爆炸，让人误以为躲过了这次的相撞就能够避免爆炸出现。结果呢，大量的外围的因素被掺杂了进来。因为爆炸这件事是有人刻意安排的，根本就没法去避免。那么问题就卡在这儿了，时间也跟着卡在这儿了。于是乎，男女主的任务就是2.1线般的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排查车上的真凶，最终呢去阻止爆炸的发生。这部本质上属于弱悬疑的科幻片，光看剧本的话，就特别的容易让赵丽颖的御用编辑堕入到了时间的陷阱当中去了。
对比赵今麦的学霸的演技和讨巧的程度，赵丽颖拿捏起来的话，或许更加的会有卖点，这很可惜。10大差距之2就是海外市场的对比了。在2020年12月15号正式开播的让不少人热血沸腾的大热剧《有匪》，您还记得隔壁的韩国电视台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拍板确定购买相关版权的呢？同样的，这部开端热播之后，随着国内高流量、高口碑的炸开，强烈吸引到了海外市场的关注。目前盗版资源也是疯狂的在海外传播开来了，可见烧脑也是深受海外观众们一致追捧和一致喜爱的。现在开端的海外的口碑也是彻彻底底的爆炸开来了。先是官博主动的透露了这部剧已经着手海外的发行了，跟着呢继续抛出来了大量不同语种的海报出来了，而且每一张的海报质量都很杠，其中就包括印尼语的、日语的、阿拉伯语的以及泰语的等等等等。片方也是贼精，针对的都是那些亲近中华文化圈的那些东南亚的国家，而且韩媒已经主动报道说韩国电视台已经确认要将这部电视连续剧开端引入到韩国，购买时间确认之后将在台网双播，采用原音加上字幕的高效的形式。请注意，开端开播仅仅8天就已经成功的走出了国门，收割了世界了。这速度比有匪整整缩短了几乎2/3的时间了。开端的开端的确发人深省，下一个更好的剧本绝对能够让顶流王一博赵丽颖事半功倍的，甚至像开端一样用1/3的努力去换来2/3的回报，那么这种买卖是需要运气的，更需要新闻我时常提及到的那种与别不同的最强的视角才行。10大差距之3就是剧本带给演员们的红利了。海外市场的海外观众们同样也是眼睛雪亮的观众的人群，这回呢也不例外，无数赞誉都献给了这部剧的主创团队了。有趣这2个字成为了频率最高的点赞的形容词了。整体的评价一路走到了现在都相当的高，只能说开端算是把追求尽兴的观众们真的给带入进去了。不少的海外的观众们都对剧情热议点评，而且还是头是道的那一种。不少人都说自己太上头了，没法去停。这架势2022年一开播就能够破圈的骚操作，开端算是真正的做到了。而且呢，这样的出圈的方式很显然已经海量增加了2位年轻主演的国际影响力圈内的曝光度。这种爆款的红利对于演员本身可谓助力深远。男主白敬亭因为这部剧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而女主赵今麦更是收获了大量的国内外的路人粉，演技现在已经被人吹上天了。他的学霸的历史更加立稳了这些相当光环的人设了。我之前已经聊过了，长相极普通的赵今麦，演技与红利大体上其实是3期开的。在谁是凶手当中一度大放异彩的赵丽颖只会拉爆双响的。男主如果换作王一博的话，那么更加能够坐享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演技红利了。所谓同人不同命，或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不得不提的是，
如果您熟悉本频道的话，您肯定会知道我专门提到过的那个刘涛了。即便在海外市场，依旧收获到了足量的出戏的劣评。观众的焦点果然是一模一样的，无分种族，相当的好玩。这又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这说明多多少少的，只要有演技支撑的话，流量的红利保证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毫无演技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了，运气明明来了，也明明会砸歪的，永远都砸不到他的头上的。10大差距之4就是剧本自带的各种的惊喜和意外了。热爆也就算了，开端这部剧居然真的实打实的逆天而行了。新闻我说这话就是什么意思呢？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这部剧播放量走势好到几乎没有朋友了。短短几天的播放期间里面，连续多日该剧的播放量居然能够完美的逆跌。这也就是说，在非更新的日子当中，剧集的播放量按照常理来说注定都会下跌的，因为没有更新嘛，所以播放下跌是必须的，是自然规律来的。然而呢，开端反而在非更新日当中继续的疯狂的吸引到了下一波的新兴的观众出来，而且这些新兴的观众极有可能就一口气就跟踪看完了7、8集之多。所以呢，这种屏幕后的热度的操作，让这部剧的播放量在该跌的日子当中不跌反涨，毫不夸张。10大差距之5就是资本操作的神奇，或者说改名换命的那种诡异了。要知道，开端这个名字在新闻我看来简直是俗不可耐的代名词，因为顾名思义，开端就是原著原名了，而实际上展开的剧情当中都是怨气、缘起，或者干脆就是原因。因此呢，开端的英文名更加的贴切一些，叫做 reset， 也就是重启的意思。然而呢，开端堪称无限流的开端，也正是正午阳光的开端。2022年开年伊始，就成为了这家老牌影视巨头的金字招牌了。这种开年就甩出王炸剧的骚操作，无疑再次用无可置疑的作品为自己镀上了一层大大的光环了。这种操作，新闻我打心底里就一个大字，就是福字。一种操作玩熟了，就可以堪称业内的楷模了。对比有匪到有匪的改名，您又想到了什么呢？10大差距之6，就是对于年轻演员而言的百年一遇的破局之选了。作为首部无限流的作品改编而来的这部电视连续剧，虽然同是悬疑片，但是它的新颖的立意让题材出圈了。而作为主角的白敬亭和赵今麦，即便实在是貌不惊人，却也贡献出了实实在在的符合年龄的演技出来。这两位主演因为困在了一个反复循环的时间当中，所以呢，演技上很多的重叠。这种一个重复的动作上的反反复复的操练，无疑对于那些非常年轻的演员而言，真的算得上是一生一次才会有的千万横财的了。他们两个一直反反复复的重复着公交车爆炸死亡、
然后重生的各种的桥段。于是乎，为了跳出循环，主角们不断的重复的演绎中，不断的寻找出破解爆炸的方法。于是乎，最终真相找到了，循环也跳出了，而演技的绝处也刚刚好磨成了真了。说到这，您听懂了吗？也就是说，这机会留给现在疯狂打磨演技当中的那个王一博的话，您觉得10大差距之7，新鲜的题材和成功的密码。众所周知，如今国内大部分的电视连续剧都是来来回回反复炒饭的古装言情，完全没有开端这种专营科幻以及死循环的烧脑的题材。这种无限循环的新鲜的剧情，不仅为电视连续剧创作打开了一扇的窗户，更带来了无限的视野和空气。其实不仅中国，就连韩剧同样陷入到了相同的困境当中。因此呢，这种特别新鲜的电视的题材，自自然然的瞬间就成功的抓住了观众们的眼球了。开端的问世，同样也让傲娇站在了娱乐前沿的韩国人同样也打开了眼界了。而对于演员而言，想要转型，想要突破，同样的就是要横下心去做一个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这样做虽然自带风险，但是呢，开端成功的话，那就是一片蓝海蓝天，新天新地了。10大差距之8，就是善于扬威中用，巧妙结合国情了。不少人都在惊叹开端大吉大利的时候，也同时想到了国外的源代码、明日边缘，甚至30年前的土拨鼠之日等等等等相关的题材。这些美国老大哥的无限流的作品，的的确确是站在了时间的制高点上了。然而呢，这部开端却也将这种环环相扣的悬疑完美的结合到了欲语还休的国情的思考当中。这种小聪明就是一种思路上的不断的拓展了。很多别人家的成功，如果单纯的去复刻的话，其实很难走出别人家的套路和聪明观众们的眼光的。说到这，新闻我在本频道一早就反反复复提及到的易烊千玺和王一博，是不是早就挑明了一种弯道和超越的相互的秘密呢？10大差距之9，开端的 CP 糖，您磕到了吗？甜宠打造完美人设，是国内电视连续剧的喜闻乐见、万试万灵的迷魂糖果了。开端里面也有，也没有，您自己说了算。话说，男主比女主聪明一丢丢，而且呢还自私一丢丢，因此呢，原本并不漂亮出彩的人设，加入了不少的正常人的情绪和思路。无颜值而且自私的男主，居然义无反顾地回过头来找回了无颜值也小笨的女主。这种逻辑看上去实际上很白开水，但是呢却也流畅。这就是无需扎实的演技，却能够理论讨巧的凡尘的真实感了。感情不注水，剧情也不注水，看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夫复何求呢？ CP 糖不在多，而在于刚刚好。太多的 CP 糖的话，会蛀牙的。未来姐弟重聚的有匪2
想要8天大火的话，想要续写辉煌的话，相关的编剧考虑相同的这条线，或许会收到化学的奇效的，这您懂的。10大差距之10，又要回到了刚刚提到的10大差距之一了。这才是开端这部剧的无限流精髓所在了，也就是正午剧的思路所在了。正午阳光的开端布局爆款，一炮而红。那么正午阳光的接下来呢？而至于赵丽、王一博又应该如何留意今年的正午选材、正午选人、正午剧本以及正午的走向呢？2022年接下来就是都市情感剧《落花时节》了。这部剧改编自大名鼎鼎的阿奈所著的同名小说，男主雷佳音，男配张艺兴、贾乃亮。怎么样？光这些的名字是不是就成功的唤醒了您的那些熟悉的记忆呢？另一部待播剧叫做《我的盖世英雄》，主演是一对影帝和影后，也就是黄轩和白百合。您是不是再次的耳熟和眼熟了呢？落花时节全剧38集，我的盖世英雄全剧49集。比起开端那短短的15集，显然正午阳光的2022年的布局真的是很走心，也很用心。而且正午阳光还有一部作品正在大张旗鼓的筹备当中，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孔生执导的《县委大院》了。该剧目前已经通过了备案了，预计今年3月份会正式的开机了。请注意，该剧是一部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电视连续剧，再多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吧。正午阳光心机多多，还有阿奈的大江大河3，以及琅琊榜3、欢乐颂3等等等等，这些大部头即便不能重续以前的辉煌，但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依旧豪横，不容小觑。在流量不再为王的社会主义当下，正午阳光无疑正在用不一样的视角和实力，为影视圈摸索着，并且指明着正确的方向。开端只是一个警醒顶流的一个相当震撼的奇幻开端而已。最后，烦请您留意的是深度和温度，由新闻百